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啊，保证会让你心头一震，甚至有点坐立不安。因为我们要聊的经文是罗马书13章1到7节。保罗在这里说什么？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。哇哦，这句话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完了？这是不是代表基督徒都要变乖乖牌？政府说什么我们就要照单全收？这段经文常常被误用，变成一种压制工具，好像基督徒只能说 Yes sir。 但等一下，我们先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因为这里头有玄机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。先给大家一个生活场景，想象一下，你开车在路上，突然遇到一个红灯，你明明赶时间，车子少得要命，你脑中立刻浮现一个声音，闯过去吧，谁在乎？但另一个声音提醒你，小心，这里有测速照相，还有警察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会乖乖停下来吗？说真的，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因为爱法律，而是因为怕罚单才停下来，对吧？保罗在这段经文也提到这点，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意思是，政府存在的基本职责就是维持秩序，不然社会会乱成一锅粥。但是圣经不是要我们盲目顺服，而是提醒顺服权柄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权柄最后都来自上帝。注意哦，这不是说政府永远正确，而是说神容许有一个结构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。来，我们举个极端例子，如果没有警察，你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可能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隔壁邻居已经把你冰箱的泡面搬光，还留一张纸条写，感谢你的爱心，主必报答你。所以保罗的重点是，基督徒不应该成为那种到处找麻烦、乱七八糟的人。相反的，我们应该是社会里最懂秩序、最有爱心的人。不过你可能会问，那如果政府腐败呢？如果法律不公义呢？是不是还要顺服？这问题很关键，我们要记得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罗马帝国的政府好吗？拜托，那可是尼禄的时代，一个会把基督徒抓去当火把的疯子。所以保罗不是天真的说政府一定是好的，而是提醒基督徒在能顺服的范围内，尽量成为有秩序的公民。但若是政府要你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，那对不起，我们的忠诚对象是神，不是地上的皇帝。这就像使徒行传里彼得说的，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使徒行传5章29节。换句话说，顺服不是绝对，但秩序是必要。讲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，有个基督徒被警察拦下来，因为他超速。警察说，先生，你知道你超速了吗？这人立刻回答，警官，我乃是遵行圣灵的指导，刚才圣灵感动我，赶快回家祷告。警察回他一句经典的话，圣灵不会带你超速，他会提醒你扣安全带。最后保罗还提到纳税，哇哦，这句真的戳到痛点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的税给他纳税。罗马书13章7节，有人会说，纳税太痛苦了，我辛辛苦苦赚的钱，结果一大半要交出去。但想想看，没有税收，警察领不了薪水，消防员买不到消防车，你半夜失火，可能就只能拿脸盆自己救。所以
保罗不是要你喜欢缴税，而是要你明白，基督徒不是那种只会占便宜、逃避责任的人，而是懂得活出见证的人。罗马书13章1到7节提醒我们：一、上帝设立权柄，不是要压迫我们，而是为了秩序。二、顺服权柄不等于盲目，而是出于对神的敬畏。三、基督徒的见证不只是在教会里唱诗祷告，更在生活中成为守法有爱心的人。